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給大家介紹裝置 AMD Ryzen 7 7735U 和板載 24GB 內存的高性能迷你電腦天貝 Mako-L。我們先來列表看一看 6800U、7735U、6800H、7735HS 這4顆 AMD Ryzen 7 CPU。都是8核16線程 7735U 幾乎就是 6800U， 最高睿頻高了 0.05 GHz， 7735HS 幾乎就是 6800H， 也是睿頻高了 0.05 GHz， 微乎其微啊！帶 H 後綴的標壓 CPU 6800H 7735HS 比帶 U 後綴的 6800U 7735U 更強的是基準主頻高了 0.5 GHz， 3.2 GHz 對比 2.7 GHz， 還有就是典型的 TDP 空耗 H 後綴比 U 後綴的 CPU 要高，其他呢，不管是核顯還是內存支持都是一樣的。說起來，我測試的第一台天貝迷你主機 MN77， 它裝置的就是 Ryzen 7 7735U， 那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MN77 是一台小巧但接口众多的迷你主機，那時它就有3個 M.2 PCIe NVMe 接口，双 2.5G 网口，只是沒有 Uplink 接口。兜兜轉轉，我們又重新測試上了 7735U 的迷你主機，這一切都要拜這一年來內存和 SSD 漲價所賜啊！大家要在2000元買到一台合適的迷你主機，真不容易啊！天貝 Mako-L 仍然採用了一體成型的全鋁合金外殼，裝置 AMD Ryzen 7 7735U 8核16線程的標壓移動 CPU， 內置 Radeon 680M 核顯，板載 24GB LPDDR5 內存，6400兆赫茲，3個 M.2 PCIe 4.0 的 NVMe 接口，視頻顯示輸出，雙 2.5G 網卡加 WiFi 6E， 側方 Uplink 接口。打開來看一下，主機和配件都在這兒了。電源線3條 NVMe 散熱膠墊和散熱馬甲。說明書，這 DC 小電源19伏 3.42 安，一共65瓦的功率。拿起小主機，一體成型的全鋁合金外殼，頂蓋中間是天貝英文 logo， 左下角是指紋識別電源一體開關鍵。機身接口，前面板、耳麥口，雙 USB 3.2 進 2A 口，能夠 PD 和 DP 顯示信號一線通的 USB 4接口。側邊有一個橡膠防塵塞，打開它，這是 Uplink 接口。後面板19伏電源接口，能夠 PD 和 DP 顯示信號一線通的 USB 4接口。雙 2.5G 網絡接口 HDMI 2.1 接口 DP 接口，雙 USB 2.0 接口，後部和底部都有通風口。卸下4顆底部螺絲，很容易取下底蓋。我們來看看內部都有哪些接口。底蓋上沒有風扇，內存是板載的 24GB LPDDR5 6400兆赫茲，1、2、3，3組2280的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這裡是7902 WiFi 6E 無線網卡，板載的 24GB 高頻內存，今天來說價值應該不菲吧？我們給它裝上一條2T 容量的愛國者 7000Z NVMe SSD。進入 BIOS， 首頁顯示 24GB LPDDR5 6400兆赫茲內存。這裡可以設置來電置起，這裡可以設置性能釋放，有平衡模式15瓦，性能模式25瓦，手動模式是54瓦。為測試最強性能發揮，我們設置手動模式54瓦來進行本次的測試。P3T Limit 可以設置整機功耗的極限值，方便我們設置 PD 電源輸入和 DP 顯示信號輸出一線通。
這裡可以設置核顯專用顯存大小，最大16G。穩定性是我们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我們打開i64跑 FPU 單烤的壓力測試 ，CPU 功耗一開始就下滑，一條直線跑在54瓦，此時整機功耗跑在66瓦左右 ，CPU 頻率運行在 3.7 赫茲。在單烤的1小時18分鐘內 ，CPU 功耗一直保持54瓦，室溫28度的情況下 ，CPU 溫度最高上升到 96.2 度 ，SSD 溫度最高上升到46度。我們首先使用天貝 Mako-L 主機的 Ryzen 7 7735U 來轉碼，看看實際效能如何。最後結果是14分52秒，共計892秒。892秒的成績比我們初次測試天貝 MN77 的 7735U 要強一些。CPU-Z 多線程5940，單線程654.4，多線程成績和其他標壓的 6800H、7735HS 都差不多了。Geekbench 5多核9059，单核1557，多核成績接近自家另一台 6850H， 還不錯。看來低壓 U 也不比標壓 U 差多少。Geekbench 6多核9725，單核2055，多核成績超過了自己家的 6850H。Cinebench i23多核12708，單核1545，多核成績超過了其他家的 6800H、7735HS。Cinebench 2024多核682，單核88，低於自己家的 6850H。Passmark 多線程24577，單線程3481，多線程超過了 6800H 和 7735HS， 低壓不輸標壓，不錯。綜合來看，目前這台天貝 Mako 7735U CPU 多線程性能和其他 680M 核顯差不多，超過了其他家的一些 6800H、7735HS。接着跑娛樂大師，總分1101125， CPU 得分590264。我們還給這台 7735U 運行了 OpenWR 測試 ，AES 718,590。XX20 399,937 ，CoreMark 370,143，在 CoreMark 成績上，它也超過了不少 6800H， 甚至 6900HX。接着玩遊戲，地平線5 1080P 高畫質，不開抗锯齒，複雜場景平均60多幀，普通場景70多幀，這幾乎是 680M 核顯小主機的很好成績。地平線6 1080P 低畫質 FSR3 性能模式，50多幀，將就玩吧。原神 1080P 高畫質，戰鬥起來不到50幀啊！黑神話：悟空使用遊戲中的性能測試工具 1080P 低畫質，超彩開到50，開啟真生成，最後結果是平均73幀每秒。實戰一下。
這就是Radeon680M 核顯帶給我們的遊戲體驗。先來看一下遊戲時的溫度情況。CPU 最高102度 ，SSD 最高46度。看一下 3DMark 的图形得分 ：TimeSpy 2562，FireStreak 7865，SteelMan Knight、Spider 44 FPS， 穩定度 99.5% 通過。我們把 3DMark 的数據做成图表，這台 7735U 的各項图形成績，基於板载的6400兆赫茲的内存的支持，超越了其他的 680M 核显，包括 6800H、7735HS， 可以算是 680M 核显裡的超级強者。跑 Llama 3.18B 大模型還是贪吃蛇編程，跑到了 16.38 token 每秒，這是所有 680M 核显小主機最好成績，超過了很多帶5600兆赫茲內存的 780M 核显 CPU 的小主機。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144赫茲8位 RGB 显示信號輸出， USB 4和 DP 接口輸出 DP 信號最高支持 4K 144赫茲10比特 RGB 显示信號輸出。我們這台顯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頻到160赫茲，超頻後 USB 4和 DP 接口能夠支持 4K 160赫茲的10位 RGB 顯示信號輸出。我自己安装的 NVMe 硬盤測試7000兆比每秒，最佳的 PCIe 4.0x4 的存储讀寫能力， USB 4接口外接雷電硬盤和3100兆比每秒，這是不錯的 USB 4外接存儲的性能。英特爾 i26-V 2.5G 網卡，我們也使用了 IPFS 3測試了內網性能，不論單線程上傳下載還是多線程上傳下載，都跑到了 2.35G， 這塊 2.5G 網卡沒有兼容性問題。天貝 Mako-L 裝置了8核16線程的 7735U CPU， 54瓦的性能釋放。我們直接列表給大家看，整機最高功耗83瓦，待機最高功耗才 9.1 瓦。按上面這些結果，65瓦的電源堪憂啊，換120瓦的電源才能支持54瓦的性能釋放。室溫27度的時候 ，CPU 待機溫度 43.6 度 ，SSD 待机溫度44度。這台小主機54瓦性能釋放時 ，CPU 滿載的時候，機身噪音是50分貝左右，收回在耳邊是接近40分貝，算安靜吧。設置整機功耗80瓦限制後，我們這台板載 24GB 高頻內存的天貝 Mako 7735U 小主機，可以和我 PD 輸出90瓦的 LG 顯示器一線通。我們也在平衡模式15瓦、性能模式25瓦跑了 FPU 單烤。這兩種模式下 CPU 溫度極低，最高才67度啊。天貝 Mako-L 迷你電腦裝置了8核16線程的 7735U CPU， 板載 24GB LPDDR5 6400兆赫茲內存，最高54瓦的性能釋放。CPU 多核性能在所有 680M 核显小主機中性能居中，它的性能可以接近標壓的 6800H 和 7735HS。GPU 性能基於6400兆赫茲的板載內存，跑出了 680M 核顯小主機的很好成績。遊戲性能超強超穩定，這台小主機的接口是最完美的旗艦大滿貫的水平，3個 NVMe 雙 2.5G 4個高刷顯示接口，還有板載的可以外接獨立顯卡的 Oclink 接口，左手指紋識別，后部散热出口在各接口的上方。前後置 USB 4接口都可以 PD 電源輸入和 DP 顯示信號輸出一線通。從各方面來看，這是一台很優秀的性價比旗艦迷你電腦。跑手動模式，性能釋放54瓦，原機配的65瓦電源就不夠看了，這算是一個缺點吧。總結一下，54瓦性能釋放下，它是一台性能不錯的 AMD Radeon 7核顯小主機，它的核显图形性能在所有 680M 核顯小主機中居前，散熱穩定，靜音優秀。它有超級大滿貫接口 ，USB 4能接入 PD 電源，並輸出 DP 顯示信號一線通，接口和硬件功能性達到了迷你主機的頂級水平。這是一台設計做工、散熱靜音、接口和性能都優秀的小主機。板載 24GB 6400兆赫茲高頻內存，是目前性價比小主機中不錯的選擇。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我是老白，謝謝大家的觀看，再見。